好，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。今天的问题是第3713题，所谓的 longest balance substrings one 啊，这是一系列问题当中的第一题啊。那又是 balance 的题目。好，基本上你就是有一个 string s 呢，它都是小写的英文字母。我们说一个 substring s 呢是 balance 的话，也就是说所有的 distinct characters 啊，它的不同的字元在它这个 substring 里面呢，它在这个子字串里面呢出现的次数呢是相同的，所以请你返回最大这样的 balance of substring。它的长度，所以我们这边很快的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例题。它例题一它这边假设 S 是 ABBAC， 所以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选举前面4个嘛，这就是 balance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题。好，例题3在这里 ABA， 所以我们可以选前面2个，或者是后面2个，基本上都是2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s S 的长度是1到1000之间，所以原则上我们用一个双回圈应该就可以解开。时间复杂度应该是 n 的平方。那基本上呢，当然就是说你看你的步骤应该是可以把它解答的方式，原则上我们要返回去答案的 CNT 嘛。那你 CNT 的话，你就基本上你就看它什么时候是所谓的 balance 它有一个等价条件那等价条件也就是说它的 unique 的 count 跟它的 count max frequency 呢是相同的基本上我们就检查这样一个布林等式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大概的步骤呢是这样的。第一步呢，当然就是你要宣告阵列嘛我们这边就用一般的 C 阵列就可以了26个元素原则上你用 int 或者用 short 也都可以。那 CNT 开始呢，当然就是先为n 是为字串 s 的长度。那原则上大概就是一个 double for loop 就完成了。我们看外层原则上就是用所谓的双游标的概念L我们当然是 L 是从0到 n 减1，然后另外一个游标是右边的游标，所以是从 L 到最后也就 n 减1，然后去移动这样2个游标。好，那在进入回圈之后呢，我们当然就是先将 frequency 整个先都归0全部都是0，用 memory set 这样比较快。然后我们这里有3个变数都是所谓 local variable unique maxf、count max 都是先为0。然后一开始我们进入的内层回圈之后呢，我们这边的 f 呢，其实就是你先对这 frequency 的地方先加1先加1如果是 f 呢是等于1的话 unique 当然就加1，这没有问题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你要做一些逻辑判断逻辑判断当然我们这边大概根据3余律嘛，f 有可能是大于 maxf 嘛，或者等于 maxf 嘛，或者是小于 maxf 嘛。大于的情况就我们有2个这里面有2个 local variable 要更新嘛 ，maxf 你就更新为 f 嘛，count max 就为1嘛。
第二个情况就是等于的情况，等于的情况有一个变数要更新 ，count max 要加1。好，那我们实际上这边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 CNT 的部分是在这里，我们只要去检查它 unique 是不是跟 count max 相同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要更新它的长度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大概就依循的这样的一个步骤，应该就可以达到一个单纯是 big O n square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复杂度的一个演算啊，前面也不需要再乘以26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 LeetCode 上的情形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就切到LeetCode 的页面啊。在这边我们呈现的是 Python 的解答。好，那所以 Python 的解答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。我们在一开始当然是先宣告 CNT， 好，这是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。18行要传回去。N 的话设为string s 的长度，CNT 一开始是为1，好，那原则上它是一个双回圈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外层呢我们就用 L 代表它的左标它这边是从0到 n 减1然后我们原则上都需要26个字母最多26个字母，所以开始我们在第5行的地方我们就建立一个26个元素的 list frequency， 然后有3个变数unique 代表的是它不同唯一的个数 ，maxf 代表它的你频率最高的数字 ，count max 代表是你符合 maxf 的有几个，然后内层回圈我们用 R 来代表代表它的右边的游标，那所以它的范围是从 L 到 n 减1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取它的字元 S 在 R 的字元，那我们当然是取它的值所以这边做用 ORD 函数减掉97是小 a 的它的ASCII code， 好，所以这边我要加1。那方便起见呢，我们在第9行我们用 f 一个变数去存这样的一个加1之后的一个结果如果呢我们的目前的 f 呢它刚好是等于1的话 unique 所以它就要加1。那另外是有3种情况嘛，因为三疑律嘛 ，f 跟 maxf 做比较嘛。当你的 f 大于 maxf 的话，我们的 maxf 就更新为 f， 我们的 count max 就为1。另外一个情况是 f 等于 maxf 的话，我们 count max 就加1。如果是 f 小于 max 的话，当然就这2个值就维持原先的值。好，在16行的地方呢，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如何去判断它是 balance 嘛，也就是说它 unique 跟 count max 相同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再去更新它的 CNT 就透过max 函数去更新。好，那我们 run 一次，是 Python 的解答。好，3个条件都成立，那我们 submit。我们看一下成效。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大概是1秒多这个1221毫秒大概打败93%以上 Python 3的使用者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其他的解答，比方说 C++， 我们这边有做一点更动。我们知道更动就是说，
我们在这边逻辑判断的部分，我们全部将 if else 全部都拿掉。拿掉方式这个当然就是说，你这边当然也是有，在12行这边我们用GR 代表是 F 大于 max F。EQ 是代表它们是相同 ，less 的话这两个都不成立嘛，三一律嘛，所以我们的 max F 呢，它只有两种可能嘛。那我们这里用所谓的负一 mask 的这样的方式嘛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是大于如果是成立的话，我们就选 F 嘛；如果不成立，我们就是保留原来的 max F。那 count max 它有3种情况嘛，所以这种3种情况如果是大于成立，我们就取1；如果是等于我们的 count max 加1；如果是小于的话，我们就维持原来的 count max。所以这边就用到三一律，所以这边就可以去掉 if else。那另外你来更新 CNT 的部分呢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用一个变数布林变数叫 init 我们就看 unique 是要跟 count max 要相同，而且呢 CNT 要小于 r 减 l 加1，就目前的那个子字串的一个长度如果呢这边呢你需要更新，我们当然就更新如果不需要更新，所以先否定，然后再取负的就保持原来的。那我们直接 submit 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成效。所以大概42毫秒虽然 branchless 没有比较快，但是至少我们在这边呢做了一个尝试。好，那就先谈到这里。